嗨，大家好！今天呢，趁着出来洗车啊，就到洗车店的附近呢，骑一段，锻炼一下身体。现在呢，我在这条叫都市之路的一条小路上，应该是蛮幽静的一个住宅的小街道。现在呢，已经来到了都市路上啊。这条路呢，以前骑过的。又路过了闵行区砖桥镇文化体育中心的地方啊。这边呢就是砖桥中学，小朋友在这边上体育课吧。久违的体育场，久违的体育课。前方呢就是砖桥镇了啊。
这边的这个人行天桥呢，是这个砖桥紫薇花园建的啊，也解决了大家过马路的一个问题。紫薇花园呢，就应该是右手边的这个新建的一个楼盘。今天呢，我就趁着车在这边清洗，我就到砖桥镇里面呢来转一转，看看能不能骑到它的里面啊，那些旧的街道现在是一个什么模样，去做一个探访。但是呢，我相信啊，砖桥已经早就没有了那种古旧的老街的那种房子了，都在进行一种开发。以前啊，老镇一般呢就是一条大街啊，但是呢，现在这个砖桥镇呢，已经在发展，在脱胎换骨之中，它的商业的街道已经远远不是一条街道。我们呢就顺着现在这个砖桥的住宅区啊里边去兜一圈。虽然是个老镇，政府的各项机构呢应有尽有。已经呢骑过了一条街，这叫砖圣路。我们继续往前骑行。这边呢，已经不像是一个农村的地段了啊！我估计所有的农民呢，全都拆迁，住进了像现在看到这些所谓的公房。多余的这些空地呢，都起了商品楼，或者呢，变成了商业的街区。我有这条路的名字叫连农路啊，还有农家的痕迹。但是这些马路呢，还都是已经变成了林荫大道。虽然呢两边都是普通的民居啊，但是呢也整整齐齐、干干净净。深入到砖桥镇里面呢，跟我的想象啊，还是有很大的出入。总体来看呢，街道还算干净啊。也比较整齐。
再往前呢，就是中顺路这条大街了啊，相信也是砖桥镇的边界了。我们呢就不去那么远了。感觉这边就进入到人家小区了啊。果然没有路可以走了。您进入监控区域，你的行为将被实时记录，请注意履行规矩。现在这些探头啊是无所不在。这边呢，应该已经到了砖桥的边上，我们继续还是骑回砖桥镇里面去。这边呢也有一个小公园，叫砖桥公园。现在新的街道呢，每过一个地方啊，都会有一个街心花园或者一个社区公园。除了生活的配套设施以外呢，还有一些文艺活动的场所，让大家呢可以就近的休闲。这边呢，砖溪石村呢，相信呢就是那些农民拆迁回本地的房子吧。在这样的街区啊，如果说好几代人都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应该说住的还是比较舒适。左邻右舍啊，亲朋好友都在这个环境，大家呢时不时可以相聚，过年过节呢可以在一块庆祝，我觉得也是小老百姓的一种生活的场景吧。但是对于那些志向高远的年轻人啊，
想到外面去闯一闯的这一代新的年轻人呢，他们可能不会满足于在这样的地方虚度他们的年华，总是要到外面去做一些事。这些街道两旁的这些商业，那些各种各样的店铺啊，基本上可以满足90%几的生活的需要。那上不走吧？怎么样？对面的这些房子啊，看上去独门大院啊，看上去更好，但是好像都是一些政府机构，什么派出所啊、文化活动中心啊等等。现在呢，又回到了步敏路的路口了。这边呢，也是5号线砖桥镇的车站。左手边呢，就是紫薇花园这个楼盘啊，还在建设过程当中。
落地120。一会儿呢，已经来到了光华路啊，在这个路口呢，有一个光华创意街区这样的字样啊，去看一看这个街区是怎么一回事。这边呢有一个小长廊，专门呢有介绍啊，光华路创意街区位于闵行砖桥镇，临近砖桥老街，拥有砖桥民俗文化的记忆，重阳节逛集市、看展览、品糕点，还有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砖桥剪纸。所以呢，在富民路上有个剪纸公园啊，同时呢也是乡镇工业的先驱，拥有工业文化的记忆。80、90年代啊，也就是上海的改革开放之前，光华路呢，正如它的名字一样，散发着乡镇工业经济的光和热。到了16年，有区资产投资经营集团公司和砖桥资产公司共同组织成立了上海光华创意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尝试以市场化的手段打造光华路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到了2017年，光华文创街区被列入闵行区16个成片区域转型升级地块，光华路再次迎来了化蛹为蝶的蜕变机会。位于光华路335号的砖桥粮库，现在有了新名字，叫越界狮腾光华库创意产业园，还有79艺库、689远古创意园、创客潮等等啊。总之，这是一片老的农村的地带啊。改革开放初期呢，发展了乡镇的企业，然后呢，现在变成了一个创业园区啊。所以这边呢，还是有一些雕塑，可能就是讲述着这么一个过程。好，那我们就顺着光华路呢，再骑行一段啊。这是一条散发着青春气息的老街道。往前走几步呢，就有很多的一些创意园区啊。从两边的这些建筑的装饰来看啊，就透着那种味道。这边呢是79艺库，看上去还没有完全完工啊，但我们可以到里面去逛它一逛。利用那些旧的厂房啊、旧的一些建筑呢，改造成一个适合年轻人创业的创意园区，我觉得想法是不错啊。只是呢，这样的创意园区啊，到处都是啊，你要做出一个特色，吸引大家愿意到这边来呢，恐怕也不是容易的事。我们就随处的来逛它一逛啊。你看这些房子呢，都重新粉刷，里边呢有各个企业自己负责装修，搞的一些项目啊，有些看上去还不错啊。这边呢是创意影像、品牌视觉等等啊，都是一些比较新的玩意，应该都是以前那些老厂房啊。
很多呢还在装修的过程当中。这里边呢也有一些餐饮啊，比方说这边的一个什么酒馆。也有一些小型的艺术中心之类啊。感觉还不错啊，适合年轻人、有进取心的、有创意的年轻人呢，在这边创业啊，可以试一试，作为第一份的一个创业的机会。这个呢，就是这个79艺库里面的情形了。整个店铺的装修呢，还是有点意思啊。还是不错的一种设计啊。怎么了？这里面那个不能下的。啊，行行，我就走了，我就看一下就走了，谢谢啊。即便只是在这个还没有完全开张的创意园区里面骑行一圈啊，保安就追到屁股后面来提醒你，这个里面呢不可以骑单车啊。看来上海对这个骑单车这件事情的敏感程度超乎我的想象。这边呢还是有一些小的水井，边上呢有一些路边的餐馆啊，但是呢对于这种地方的卫生啊，整体的这些方面的水准，我是不太感冒的啊。但是呢，它也就是存在着，这是道理。可以看到这条旧街呢，它的沿街的这些房子啊，多多少少呢都在进行一个适合年轻人的一种重新的规划设计啊，包括墙上的涂鸦，让人家感觉呢有一个老街焕发青春的感觉。前些天呢，专门去了漕河泾这条河冲的边上啊，然后也说到了漕河泾开发区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巨无霸。就在我的右手边呢，就是漕河泾开发区可能创办的一个漕河泾光华园啊，起了很高的大楼。所以呢，刚刚的这些看到的街道啊，应该都是在这样的大的企业的支持下啊建设的。
对面呢就是那个光华库啊。原来呢都是一些粮仓、仓库啊之类的，把它做成了这样的一种创业街区。在这边骑车逛一逛呢，能够感受一下年轻人喜欢的氛围，我觉得还挺不错的啊。光华世界啊，跟我们在马路边上看到的那个标志性的建筑物啊是呼应的。来到了另外一处创意库啊，也都是以前的一些老厂房改造的，这样的一些创意园。看来不少房子啊，我看这个数字都到几十了，66。希望年轻人呢都在这种地方找到又便宜啊、低成本的创业的基地。整一片区域啊，范围还是挺广的。当然，跟我以前去过的不少的这样的类似的创意园区呢，也半斤八两啊，基本都是在旧的建筑上面一种改造。摄影工作室、开发美容护肤产品的公司，还有贸易公司。看到招牌上啊，看的也有各种各样的企业啊。我希望呢，也相信啊，背靠着上海这座大城市呢，应该这些啊年轻人的梦想能够得到支撑，希望它变成年轻人的创业的乐土啊。
好，现在呢，我准备从光华路啊，去到洗车点，去拿我洗好的车去了。洗车锻炼两不误，尤其是能够到光华路啊这条洋溢着青春气象的街道来骑一段呢，还是为年轻人感到高兴啊！现在的年轻人太需要这样的支持了。青春街区啊，墙上的这些涂鸦上面写着“青春街区”这4个字啊，我觉得蛮符合这条街的氛围啊。这条马路我觉得特别好玩，叫新生七队内街坊路，也就是这个地方以前有个生产队吧，叫新生七队，而且是个内街坊的一条小路啊。但现在打开以后呢，变成了一条大道了。还有党群服务点、驿站、支持年轻人的一些机构啊，都在这边。不管效果怎么样啊，但是还是不错的。像这边文创的停车每个月200起啊，还是比较好负担的。现在呢，又回到了后敏路上。今天的休闲骑行呢，就到此结束吧。我现在呢要去取我的车，开车出去了。在非常舒适的秋天的这种天气底下啊，随意的这么一段骑行，既可以锻炼身体，又可以欣赏到路边的一些风景，而且呢，也可以看到一些新的事物。总之呢，非常愉快的一段骑行。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下次见，拜拜。